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馬蹄搭配土雞，分享一道好喝有營養的土雞馬蹄湯。首先準備半隻土雞，土雞的表面有很多沒有完全處理乾淨的絨毛，我們要借助元氣灶把這些絨毛燒一下。元氣灶開小火，像視頻中這樣很輕鬆的就把這些絨毛給處理乾淨了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還可以去除雞皮上面的腥臭味，把雞皮燒至微微金黃。接下來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因為現在的氣溫比較低，我們一定要加入溫水。然後準備一塊廚房紙巾或者是乾淨的毛巾，像視頻中這樣在雞皮的表面來回的搓洗，很輕鬆的就把表面的一些污垢和雜質全部擦洗乾淨了。雞肚子裡面還有一些殘留的內臟以及油脂，我們都要處理乾淨，因為這些都是雞肉腥味的主要來源。充分的清洗乾淨，然後再簡單的給下刀。首先把雞屁股切下來，喜歡吃的也可以留着下酒。把雞肉大卸8塊，然後再剁成小條，我們稍微的剁小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然後倒入多一點的清水，用淡鹽水浸泡10分鐘左右，因為淡鹽水的密度大於血水的密度。雞肉要好吃不油膩，我們要準備一些馬蹄放在碗中，稍微的清洗一下，然後用削皮刀把馬蹄的外皮削乾淨。冬天是馬蹄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之中最好吃的時候。馬蹄富含膳食纖維和維生素 C， 同時富含鉀、磷等礦物質，口感爽脆，微微帶有甜味。不管是用來燉雞湯，還是直接生吃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把削好的馬蹄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時間差不多了，現在的雞肉也已經浸泡好了，經過淡鹽水的浸泡，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雜質。像這種新鮮的雞肉其實是不用焯水的，因為焯過水之後營養很容易流失。把處理好的雞肉放在廚房紙巾表面，我們要利用廚房紙巾把雞肉裡面的水分吸乾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雞肉表面的水分也是雞肉腥味的重要來源，所以這一步特別的關鍵，千萬不能省略。用手用力按壓一下，使每一塊雞肉都能夠吸乾水分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燉出來的雞湯不容易混湯，湯色更清亮。把雞肉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處理好的雞肉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，不要放油，把控干水分的雞肉直接倒在鍋中，用鍋鏟把雞肉平鋪開來，這樣方便每一塊雞肉受熱。全程開大火，快速的翻炒，把雞肉表面的水分炒乾，把雞肉炒出香味。因為雞皮有大量的油脂，隨着溫度的升高，慢慢的炒出了多餘的油脂，所以在炒雞肉之前，我們不需要添加食用油，用雞肉自身的油脂來炒，這樣炒出的雞肉香味更濃郁。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把切好的薑片加在鍋中，再次翻炒均勻，把薑片炒出香味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雞皮慢慢的炒出了很多的油脂，也不需要炒太長時間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表面微微金黃。接下來加入一個蔥節，去腥增香，
這裡我們就不需要添加料酒，加入多一點的開水，這裡一定要是開水哦，而且水的量一定要一次加足。用開水凍出來的雞湯，湯色更奶白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。開大火，把鍋裡面的湯汁煮開。接下來準備一個漏勺，把漂浮在表面的雞油撈乾淨，這樣處理一下，雞湯喝起來不油膩。扣上鍋蓋，開最小的火，大約燜煮25分鐘左右。如果是老母雞的話，至少要1個小時以上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雞肉的鮮香味。這個時候的雞肉也已經慢慢的脫骨了，但是還沒有完全的軟爛。加入的蔥和薑已經完全的釋放出了香味，我們就直接挑選出來。經過凍煮過後，湯汁也變成了琥珀色，看着都有想喝的感覺。接下來把處理好的馬蹄直接倒在鍋中，因為馬蹄含水量高，質地脆嫩，如果和雞肉同時燉煮，容易煮得軟爛發面，失去脆甜的口感，主要是會讓湯汁變得渾濁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最後加入。有條件的準備一個砂鍋，把雞肉、馬蹄、湯汁一起倒在砂鍋裡面，因為砂鍋的受熱更均勻，同時凍出來還有一種特殊的鮮香味。大火燒開，靠上鍋蓋，用小火大約燜煮20分鐘左右，使雞肉和馬蹄充分的融合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雞肉的鮮香味和馬蹄的清香味撲鼻而來，聞着都特別有食慾。現在的雞肉也已經完全的軟爛了。燉雞湯我們一定要最後調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其他什麼雞精味精就不需要添加了，因為雞肉本身就特別鮮。有條件的可以加入一些紅棗或者是枸杞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營養。這樣凍出來的雞肉軟爛入味，馬蹄清甜爽脆，兩者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主要是雞湯喝起來一點都不油膩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